保护您的肝脏，实用且真实的解毒方法。当我们思考长寿和在我们有生之年保持健康时，显而易见的前提是要清除我们体内的毒素，以使我们的器官正常运作，并能够在我们有生之年保持健康，确保我们的器官能够履行它们应该履行的功能。如今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类型的排毒和毒素清除过程，其中一些效果很好，而另一些则不那么有效。然而重要的是应用那些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毒素组合造成最大危害的器官效果良好的方法。在所有这些器官中，最受影响的就是肝脏，正如您在本影片标题中提到的那样。因此这次我们将分析不同的过程，这些过程可以帮助改善您的肝脏健康，并逆转脂肪肝等疾病。我们体内的肝脏和许多其他器官都有自己的毒素排除方法。那么您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需要采取特殊措施来排毒一个本身就能排毒的器官呢？答案很简单，我们体内器官的自然毒素排除机制，如结肠、肝脏或肾脏，未准备好应对当今社会所面临的毒素水平。由于我们暴露于毒素的负荷，我们的身体无法自行有效地执行这项任务。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来改善肝脏健康，我们的肝脏将开始积聚毒素和脂肪，这将导致其功能下降。最初这些症状可能不引人注目，但随着肝脏中毒素水平的增加，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现出来。这些症状包括代谢问题、消化困难、难以从食物中提取能量、偏头痛、头痛、肌肉问题、腹部疼痛、恶心等。重要的是要强调，在患有脂肪肝的时期，这些损害和症状是可以逆转的，因为清除肝脏中的毒性和脂肪将使其恢复正常功能。然而如果这种损害累积持续数年，可能会导致肝纤维化和疤痕组织形成，这将无法恢复正常功能，增加了严重疾病如肝硬化的风险。值得一提的是，脂肪肝不仅与酒精摄取有关，还与富含果糖的不健康饮食有关。即使在生活中不饮酒，许多加工食品中的果糖也可能导致肝脂肪的积累，因为其代谢与葡萄糖不同，果糖具有更复杂的消化机制，其过剩不能像葡萄糖一样迅速缓解，这可能导致果糖在身体中积累，尤其是在肝脏中，最终导致脂肪肝。因此专注于我们的饮食和生活方式，以避免肝脏中毒素的积累至关重要，因为这个器官在清除毒素和平衡激素以及执行许多其他重要功能方面都起着关键作用。到目前为止提到的所有功能都由你的肝脏负责，它也负责清除已经完成功能的荷尔蒙。例如，如果由于工作或家庭问题而导致皮质醇水平升高，你的肝脏通常会代谢这些激素，使其在不再需要时停止发挥作用。这个荷尔蒙代谢过程也适用于多种性荷尔蒙。当肝脏功能不良时，无法有效地从循环中清除这些性荷尔蒙，这可能导致荷尔蒙失衡，例如男性和女性体内雌激素的累积。在男性中，雌激素的增加可能导致异烷酮水平下降，这有多种原因造成的问题。在女性中，雌激素优势，其特征是与黄体素相比，雌激素水平升高，可能会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包括在身体的某些区域积聚脂肪。除了外观方面的问题，这些荷尔蒙失衡可能增加性器官的良性和恶性疾病的风险，如乳房纤维瘤或乳癌。肝脏的另一个关键功能是产生和释放胆汁，这是一种在消化食物过程中累积并释放的物质，特别是那些富含脂肪的食物。当肝脏功能不正常时，胆汁的产生会受到负面影响，这会导致脂肪吸收和乳化减少，这可能会影响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如维生素 D。 例如，如果有人想要遵循生酮饮食，但肝脏状况不佳，并且已切除了胆囊，从而降低了胆汁的产生，它们将难以吸收重要的脂肪，如欧米伽3脂肪酸。因此了解个人健康状况和个人化情况对于确定适当的饮食和措施至关重要。不仅酒精或果糖的摄取可能导致脂肪肝或毒素积聚，还必须考虑肝脏健康和胆汁功能等因素，以建立适当的营养和生活方式方法。在肝脏层面，不幸的是，情况并不像人们所希望的那么简单。目前有3项关于小鼠的研究表明，低甲硫氨酸或低胆碱饮食可能导致肝脏毒素积聚和脂肪肝的产生。
这两种营养素，甲硫氨酸和胆碱，都是关键的，因为甲硫氨酸是一种对于排毒过程中最重要的物质之一，而胆碱是 B 群维生素家族的一种营养素，有助于消除不同器官的脂肪，包括肝脏。重要的是要注意，与储存在皮下的皮下脂肪相比，脂肪在肝脏和其他器官中积聚对健康更加危险。如果您一直在进行间歇性断食，并且难以坚持下去，可能存在潜在的代谢问题，使您难以坚持。在细菌群、寄生虫和念珠菌的背景下，有必要考虑在小肠、大肠和连接肝脏与小肠的管道中可能存在细菌群、寄生虫或念珠菌。值得注意的是，在脱寄生虫或清除念珠菌的过程中，微生物可能会藏身于连接肝脏和小肠的管道总胆管中，这些微生物被机体吸收并传送到肝脏代谢。然而，当它们到达栖息地时，它们已经处于不活动状态，不能被排除。因此，在这些过程中进行肝脏排毒非常重要，以消除可能残留在肝脏中的任何残留物。现在，关于改善肝脏健康的解决方案，有几个措施可以采取。首先，保持充分的水分摄取很重要。此外，在清洁或肝脏排毒过程中，您应特别注意饮食。在此期间，您不应在身体中添加更多毒素，因此建议增加蔬菜的摄取，特别是十字花科蔬菜。在饮食方面，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取很重要，因为肝脏按复杂性顺序提取营养素，而碳水化合物是最简单的。至于脂肪，您可以食用，但将其与蔬菜或富含十字花科蔬菜的饮食相结合很重要。如果因为食用诸如西兰花或花椰菜等十字花科蔬菜而引起腹胀，您可以考虑减少其摄取量，不要食用会引起腹胀的食物，而应专注于提供建构有助于排毒和肝脏排毒的物质所需原料的食物。您应该直接摄取具有相同功能的补充剂。另外，在饮食方面，您的饮食应富含甲硫氨酸和胆碱，因为它们是促进排毒的两种关键物质。如果您在网络上搜寻富含甲硫氨酸或胆碱的食物，并发现其中一些食物富含脂肪，例如蛋黄或草饲肉，请不要担心。尽管看似违反直觉，但这些食物可以帮助排除身体的脂肪，特别是在肝脏层面。至于补充剂，您可以考虑使用像水飞蓟或水飞激素这样的物质。水飞蓟是一种植物，其活性物质称为水飞激素，可以以补充剂形式摄取，这两者都有助于排毒。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不需要同时服用这两种补充剂。您可以选择水飞蓟或水飞激素，因为它们都具有相同的功能。如果您觉得难以进行深度肝脏清洁过程或进行重大饮食改变，至少可以考虑服用水飞蓟或奶激素以及谷胱甘肽补充剂。这是一种对于排毒非常重要的物质，尤其是在肝脏层面。您也可以添加 alpha 硫辛酸，这是一种在细胞内类似 B 群维生素的物质，可以保护免受毒性影响。这些措施旨在透过谷胱甘肽增加排毒途径，尤其是在肝脏层面。如果您觉得缺乏动力或意愿进行重大改变，服用水飞蓟、奶激素和 alpha 硫辛酸等补充剂可以帮助保护肝脏健康，减少毒性，甚至在不进行生活方式上的大幅度改变的情况下，至于清除肝脏积聚的脂肪。减少碳水化合物摄取并选择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可能是有益的，这可能会迫使肝脏利用机体内储存的脂肪等其他能源。将这种饮食与间歇性断食结合，即在大约12小时后，机体开始使用脂肪作为能源来源，可能有助于刺激肝脏中积聚的脂肪的使用。饮食和间歇性断食的组合可以有助于清除肝脏中积聚的脂肪，特别是在脂肪肝症或肝脏脂肪沉积的情况下。改善肝脏健康至关重要，因为除了有助于排毒外，还有助于排除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会透过胆汁排出并在粪便中排出。透过保持肝脏健康，有助于轻松排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对长期健康有益。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改善肝脏健康，例如饮用苹果醋、柠檬汁和橄榄油等。然而，前述的一些方法是一些最容易实施且效果显著的方法。尽管如此，鉴于肝脏在长期健康方面的重要性，
您始终欢迎保持任何有助于保护肝脏健康的机制。如果这个影片对您有帮助，我们将不胜感激。如果您给它点赞、分享它，并订阅该频道，因为这些举动将帮助许多人以非传统方式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